你知道棺材为什么自古以来都被做成一头高一头低、一头大一头小的样式吗？这种设计不光是为了让逝者躺着舒服，其中可是大有玄机。作为连通阴阳的特殊行当，棺材行业自古就流传着很多禁忌与讲究。有位叫李默的棺材铺老板就遇到过这么件怪事。有天傍晚，李默正准备关门打烊，一个穿青布旗袍的女人走了过来，还没等李默开口，他就用沙哑的声音问：有7口没上漆的描金红棺吗？要孩童尺寸的。李默当时就僵住了。白事行当里红棺本就少见，要么是年过100岁的喜丧，要么是横死的冤魂，可孩童尺寸的红棺更是邪门中的邪门，而且描金需要蘸阳血，不上清漆则是留银口，这根本不是正常的白事需求。李默下意识摇头说了句没有，这东西做不得。女人也没多问，只是轻飘飘应了声哦，然后转身就消失在了暮色里，连个脚印都没留下。谁知第二天同一时间的女人又来了，问的还是同样的话。李默心里发毛，想追问她要这棺材给谁用，可话到嘴边，女人已经转身走了。李默越想越不对劲，像在这条白街做白事的人就没有不知道这规矩的，这女人要么是不懂行，要么就不是人。到了第3天傍晚，那女人果然再次准时出现，语气里多了几分催促，到底有没有？有的话今晚就定下来。李默刚要再次拒绝时，突然想起师傅临走前说的话，遇到缠人的阴客别硬拒，先拖。李默硬着头皮说道：有是有，就是得现做，你明天来取吧。女人点点头，依旧没多话，转身就走了。他刚出门，李默就赶紧给去临县做法事的师傅打了电话。电话接通的瞬间，师傅的声音就透着焦急：你糊涂啊，孩童红棺描金不上漆，那是养煞的血棺，那女人不是人，是几十年前死在白街的童养媳厉鬼，当年她被婆家虐待致死，连口博棺都没有，就想凑齐7口孩童的血棺炼魂，好找当年害她的人报仇。李默吓得浑身发冷，师傅说他最快明天中午才能赶回来，嘱咐李默今晚千万别做棺材，找街上的阴阳先生陈半仙帮忙，就说遇到了红棺煞。挂了电话后，李默锁了店门就往陈半仙家跑。陈半仙是白街的老熟人，眼盲心不盲，靠摸骨卜卦闻名。李默把事情一五一十说清楚后，陈半仙就摸索着拿出3枚铜钱，卜卦时手指却微微发颤，好半晌才开口道：这厉鬼怨气太重，已经缠上你了，他要的不是纸棺，是借你之手养煞，你要是做了，第一个遭殃的就是你，然后还会连累整条街的人。李默忙问怎么办。陈半仙缓缓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黄符和一把桃木尺，今晚是第3天，他肯定还会来催你，把这黄符贴在店门后，桃木尺带在身上，他进不来，等你师傅回来后，咱们再想办法化解，记住，无论他怎么喊，都别开门也别应声。李默接过东西后，只觉得这黄符边缘有些潮湿，也没有多想，谢过陈半仙后就往店里赶了回去。回到店后，把黄符贴好，桃木尺攥在手里，坐在柜台后不敢出声。夜色越来越浓，街上的风声就像哭嚎。突然店门被咚咚咚的敲响了，正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的纸棺做好了吗？开门，我要取棺。李默屏住呼吸不敢应声，女人的敲门声越来越重，语气也越来越凶：你敢骗我？开门，不然我把你拖进去当第8个祭品。紧接着门外传来指甲抓挠木门的声音，刺耳的让人头皮发麻。李默死死攥着桃木尺，手心里全是汗，直到天蒙蒙亮时，敲门声才渐渐消失。李默就迫不及待地给师傅打了电话，可电话怎么都打不通。这时街上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李默开门一看，街坊们都往街尾的赵家跑，正不知所措时，隔壁张婶家的小孙女突然跑过来，手里举着个布娃娃，那是赵家最小的女儿昨天落在张婶家的。娃娃身上被人用红笔描了7道线，脸上被涂得惨白，眼睛那里挖了2个洞。小孙女说，刚才有个穿青布旗袍的阿姨让她把娃娃放在赵家门口，还说赵家人会给她糖吃。听到这，李默连忙拉住一个街坊问怎么回事，对方脸色惨白地说，赵家出事了，一家7口全死在了屋里，死状特别吓人。李默心里咯噔一下，也跟着跑了过去。赵家大门是敞开着的，屋里弥漫着一股阴森的寒气，7个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脸色和那个要棺材的女人一样惨白，眼睛瞪得很大，像是被活活吓死的。更诡异的是，屋里竟然摆着7口小小的红色棺材，正是那个女人想要的款式。李默想起来，赵家有7个孩子，最大的10岁，最小的才3岁，难道是厉鬼找不到他，就对赵家下手了？可这7个红色棺材又是谁做的呢？就在李默正疑惑时，陈半仙这时突然赶了过来，他没像往常一样摸棺材，
反而站在门口迟迟不进来，声音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这厉鬼太狠了，借赵家孩子的阳气养煞，这7口纸棺已经被他附上了煞气，必须尽快烧掉，不然煞气扩散还会有人遭殃。陈半仙在说这些话时，李默忽然发现他的眼睛好像动了一下，那是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根本不像是瞎的。李默心头一紧，刚要开口时，陈半仙却转头瞪了他一眼，眼神阴得和那个要红冠的女人如出一辙。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冲了进来，是赵家的大儿子赵磊，他是李默的发小，昨天去外地走亲戚，看到家里的惨状后，赵磊当场就崩溃了，哭喊着扑到家人身上。等他情绪稍作稳定后，李默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说了一遍，他猛地站起来盯着李默怒吼：是你害了我家人，要不是你答应给那个女人做红冠，他怎么会找到我家？我看你就是凶手。李默百口莫辩，只能一个劲的道歉。陈半仙在一旁催促的语气越来越急，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把这7口红冠烧掉，化解煞气，不然等天黑那女鬼再来，还会有人丧命。赵磊虽然恨李默，但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点了点头，和李默一起把红冠搬到了后山。陈半仙非要跟着2人，说怕他俩出意外。李默看着他恢复正常的眼神，心里的疑虑越来越重，悄悄把桃木尺攥得更紧了。到了后山后，李默和赵磊在山脚下架起干柴，把红冠放上去，刚点燃，火苗就突然窜了起来。下一秒，阵阵凄厉的哭嚎声传出，就像是有无数个孩子在哭。突然，火堆里猛地窜出一道黑影，正是那个穿青布旗袍的女人。她面目狰狞地朝着2人扑了过来：你们敢烧我的血棺，我要你们偿命！就在这时，李默身后的陈半仙突然笑了起来，笑声沙哑刺耳，随后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慢慢扭曲，居然和那旗袍女人的脸重合了。李默吓得连连后退，然后连忙把桃木尺举起来说：原来你早就附在陈半仙身上了。那女人冷笑一声：不然你以为我怎么知道赵家有7个孩子，怎么能精准找到替身？你昨天从我这儿拿的那张黄符根本不是什么镇煞符，那是引煞符。话音刚落，他猛地提速，再次朝着2人扑来，指尖的指甲长得又黑又尖，眼看就要抓到李默的肩膀时，李默脑子里一片空白，下意识的抬手将攥在手里的桃木尺挡在了身前。只听滋啦一声，桃木尺刚碰到女人的手腕，就瞬间冒出一股浓密的黑烟，并且伴随着一股烧焦的腐臭味。女人像是被烙铁烫到一样，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猛地往后弹开好几步，被碰到的手腕处竟滋滋地冒着黑血。李默借着这个空隙，赶紧拉着赵磊往后退。就在这危急时刻，一道熟悉的声音从山坡上方传来，带着浓浓的怒意：孽障，休得放肆！李默抬头一看，只见师傅李青山拄着一把桃木剑，一瘸一拐地从石阶上快步走下来，他胳膊上还渗着血，显然是赶回来的路上遭遇了厉鬼的阻拦，经历了一场恶斗。师傅冲到2人身前，将李默和赵磊护在身后，举起桃木剑指着女人大呵斥道：当年我念你死得凄惨，饶你一命，让你投胎转世，你却不知悔改，反而残害无辜孩童炼魂，今天我非要收了你不可！女人看到师傅，眼神里瞬间布满了恐惧，但很快又被怨毒取代，死死盯着师傅，咬牙切齿地说：李青山，当年要不是你多管闲事，镇压了我的魂魄，我早就凑齐血棺炼魂成功了。话音刚落，他猛地张开双臂，身后突然飘出7道小小的黑影，正是赵家那7个孩子的冤魂。这些黑影被浓郁的黑气包裹着，眼睛里闪着红光，张牙舞爪地朝着我们围了过来。女人则趁着这个间隙，转身就朝着赵磊扑去，她要把赵磊抓来当第8个替身，补全最后的炼魂仪式。师傅一边挥舞着桃木剑挡住冲在最前面的一道黑影，一边急声喊着：不好，这些孩子的冤魂被他用煞气控制了。李默，快去陈半仙的口袋里拿天罡阳火符，只有用阳火符烧掉煞气，才能渡了这些冤魂。李默这才反应过来，附在陈半仙身上的厉鬼被桃木尺伤到，此刻正是虚弱的时候。李默立刻冲了过去，在陈半仙的道袍口袋里摸了摸，果然摸到了一叠黄符，最上面一张写着天罡阳火4个朱砂字。李默颤抖着掏出打火机，点燃黄符，按照师傅之前教过的口诀大喝一声：天罡阳火，焚尽邪祟。随后将燃烧的黄符扔向那些被黑气包裹的黑影。符火落地的瞬间，突然燃起熊熊烈火，火光照亮了整片山坡。那些黑影被火光灼烧的同时，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嚎，包裹在身上的黑气慢慢消散，黑影的轮廓也变得越来越淡，最后化作点点金光朝着天空飘去。孩子们的冤魂也终于被度化了，没了冤魂的相助女人的力量瞬间弱了大半，扑向赵磊的动作也慢了下来。赵磊趁机往旁边一躲，躲过了他的抓捕。此时师傅看准时机，立马双脚蹬地，纵身跃起，举起桃木剑朝着女
人的胸口狠狠刺了过去。你的怨气也该散了。桃木剑带着凌厉的风声，精准地刺穿了女人的身体。不！女人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惨叫，身体开始一点点变得透明，最后化作一股黑烟，被洋火符的余烬灼烧殆尽，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陈半仙倒在地上时，怀里掉出一个小布包，布包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条和一枚铜钱。纸条是当年童养媳的卖身契，上面写着她的婆家正是赵家的祖辈，铜钱是陈半仙年轻时给童养媳的，当时她被婆家打，陈半仙看她可怜，给了她一枚铜钱让她跑路，没想到她没跑成，反而被打死了。山坡上恢复了平静，师傅这才松了口气。他走到李默身边，拍了拍肩膀，声音里满是愧疚：是师傅回来晚了，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也害了赵家7口人。这厉鬼当年被我镇压后，怨气一直没散。潜伏了这么多年，就是在等机会复仇。陈半仙有阴阳眼，能看见阴物，又在白街有声望，是他附身的最佳选择。他附身后，就借着陈半仙的身份骗你引煞，一步步实施他的炼魂计划。还好你一直把桃木尺带在身上，关键时候救了自己一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后来李默和师傅在陈半仙的家里找到了昏迷不醒的他的手腕上还留着被厉鬼控制时挣扎的痕迹。医生说他只是脱力和受了惊吓，醒来后对被附身期间的事毫无记忆，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再到后来，师傅和陈半仙在赵家开坛做法，用天罡阳火烧了死者的遗体，彻底化解了煞气。赵雷也慢慢接受了事实，知道不是李默的错，二人俩的交情也没有因此断了。经过这件事后，李默更清楚地记住了师傅的话：扎纸型的规矩不能破，阴阳有界，人心向善。从那以后，李默再也不敢接不明不白的单子，白街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每当夜幕降临，李默总会想起那7口小小的红纸棺，想起赵家家人的惨状，那桩惊魂夜的经历成了李默这辈子最深刻的教训，也让李默明白，无论做什么行当都要守住本心，不被邪念左右，才能镇得住邪祟，行得稳前路。